大家好，宠粉的姨太又来了。就在前不久，有网友偶遇黄晓明一家三口现身影城。1月11日 ，baby 在接受采访时还戴着婚戒。就在大家以为这段感情有所缓和时，1月28日，黄晓明和 Angelababy 正式宣布离婚。两人维持了7年的婚姻，终究还是没能逃过7年之痒。而两人的工作室也发布声明称，他们决定和平分开，已于日前办妥相关手续，将来将共同抚养孩子。这次离婚，粉丝们都大喊着不相信，知乎再也不相信爱情。但是吃瓜路人却表示，二人的感情破裂早有预兆了。黄晓明和 Angelababy 结婚的时间虽然不算太长，可关于他们早已离婚的传闻却是屡见不鲜。近些年来，两人的同框和秀恩爱次数急剧下降，婚姻状况一直让人雾里看花。在社交平台上，两人也已经很长时间都不怎么互动了，甚至是在一起出面否认小三传闻的声明里，他们也是各发各的，连个彼此转发留言都没有，更是引发了外界的一片猜测。回想当年两人结婚时，黄晓明还给 baby 准备了一场世纪婚礼，说出了油腻的情话：我的 baby 也完蛋了。邀请了半个娱乐圈的明星参加，不少明星携家带口走红毯，堪比一场时尚晚宴。如今7年过去了，当初来参加婚礼的嘉宾感情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婚礼邀请到场庆贺的情侣嘉宾，现在大半数都以分手结果告终。首先登场的是王宝强、马蓉夫妇。当年两人可谓是隆重出席，为了参加黄晓明 baby 的婚礼，一家人打扮得喜气洋洋。但后来发生的狗血的事，大家全都知道了。王宝强的经纪人宋哲不但侵占王宝强的财产，还和王宝强的妻子马蓉有染。两人打官司打了几年才离了婚，离婚后还闹出不少糟心的事儿，真的是世事无常。看着当年笑容满面的这一家子，有谁又能想到后来会发生这些事儿？第二对是贾乃亮、李小璐夫妇，两人当年也是盛装出席，但这个合影表达的是什么意思？李小璐挽着陈学冬的手，一脸幸福，贾乃亮反倒成了个多余的人。直到2017年跨年，李小璐和 PG One 深夜做头发一事被曝光之后，恍然大悟的贾乃亮再也无法保持微笑。哦，原来我老婆当时是连装都懒得装了。后来这段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，如今两人一地鸡毛。插句题外话，当时的陈学冬背靠着郭敬明这棵大树，要风得风，手头资源堪比一线流量演员。如今陈学冬也早已和郭敬明渐行渐远，再加上郭敬明倒台，陈学冬的后续发展也大不如前。第三对张靓颖、冯轲夫妇，那时候张靓颖对冯轲可是爱得轰轰烈烈，在演唱会当场求婚冯轲后，终于换来了心上人的点头答应。为了和冯轲在一起，张靓颖不惜和母亲闹翻，可惜自己只是一厢情愿为他付出了一切。2018年，冯轲张靓颖离婚，张靓颖才发现原来一切都是利益而已。第四对是陈思诚和佟丽娅，当年他们俩没有同时出席黄晓明 baby 的世纪婚礼，而是马苏挽着陈思诚出场。可即便是这样，陈思诚夫妇也没能躲过离婚的命运。去年5月份，佟丽娅和陈思诚突然官宣离婚。离婚后，陈思诚因为一些负面新闻，人气大不如前，佟丽娅却越来越好了，从电影到综艺再到春晚全面发力。第五对李湘和王岳伦，两人曾经带着王诗龄来参加婚礼，当年他们也是广撒狗粮，大秀恩爱。特别是生下女儿王诗龄后，一家三口总是其乐融融地出现在大众面前，令无数人羡慕。然而在2017年就有了两人感情生变，私下签署离婚协议的传闻。但随后几年，他们通过综艺、社交平台等不断的亲密互动，渐渐打消了大家的猜想。谁知2021年11月30日凌晨，王岳伦突然通过社交平台发布自己与李湘离婚的消息，文末还不忘内涵一下前妻早已有意中人，虽然很快删除，但还是被大家看到了。面对父母的离婚，长大的王诗龄早已学会了理解。第六对是陈赫、许沁，当年陈赫也出席了 AH 世纪婚礼，不过客观来说，陈赫婚变发生在这场世纪婚礼之前。2015年1月22日，陈赫发表长微博我错了，称已与许沁离婚，两人已签署离婚协议接近半年。1月27日，陈赫微博发布与前妻许沁的离婚协议。2016年10月23日，陈
陈赫与第二任妻子张子萱的女儿在上海诞生。现在他和许婧已经成为了过去式。陈赫的家庭生活圆满，生了2个可爱的宝宝，成为幸福的爸爸。许婧的离婚旅行和外籍男友都已经告一段落，俩人或许是旧友，或许是回忆，都已经完全脱离了彼此的生活。第7对是小情侣郑恺、程晓月，当时俩人刚刚公开恋情，当年也是爱得轰轰烈烈，大有死磕到民政局的意思。但2年后，郑恺宣布分手。2020年5月21日，郑恺宣布与女演员苗苗完婚，如今已经升级为爸爸。接下来还是恩爱着的夫妻档，包贝尔、包文婧夫妇是圈内知名的恩爱夫妻。2个人经历了8年的恋爱长跑，结婚也已经有7年的时间，在15年的感情中，也经历了很多次的分分合合。不过包文婧却总是2个人中主动迁就的一方。夫妻俩一起参加了综艺《王牌对王牌》，看了2个人在节目中的表现，不少细心的网友就发现2个人的相处怪怪的，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其实包文婧和包贝尔之前也曾经参加了一档夫妻类真人秀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，在节目中，包文婧几乎时时刻刻都把自己的老公挂在嘴边上，可以说是老公的狂热吹捧者，经常把包贝尔夸出花来。但是在王牌中，2人的态度却太过于冷漠，变化最大的应该就是包文婧吧。整个节目当中几乎没有怎么搭理对方，尤其是刚出场的时候，包贝尔主动站起身来拥抱自己的老婆，而包文婧则丝毫都不给男方面子，直接侧身躲开，导致包贝尔一下子扑了个空，脸上瞬间露出了尴尬的表情。包文婧还曾经在节目中透露，2个人经常吵架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自己很生气很在意，而包贝尔则是一脸无所谓的态度，甚至还能够很快的睡着。即便是包文婧气到摔东西，包贝尔的处理方式依然很冷淡，甚至还会觉得是包文婧无理取闹。此外，包贝尔还自曝曾同时与7个女生交往，还能让女友们装成自己的表妹一起带回家，互不认识的表妹们甚至还能愉快地一起打羽毛球。对于他们婚变的猜想也越来越多。虽然说2人一直不被外界看好，但婚姻的事情哪里有说得清楚，说不定人家私下好着呢，放到台面上的话只不过是节目效果而已。恩爱中的夫妻还有赵又廷和高圆圆，作为娱乐圈中出了名的神仙眷侣，他们一直都是标准的模范夫妻。比起其他恩爱通稿满天飞的明星，2人在圈中的表现十分低调，很少会主动公开去向爱人表示什么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感情。当时外界对于这段女方带男方5岁的姐弟恋并不看好，但谁知2人从恋爱到结婚再到生育子女一直甜了下来，私下还常常被拍到同穿情侣装。也许在他们看来，真正的爱情并不一定要轰轰烈烈向世界炫耀，而是我们知道彼此就是唯一。可以说今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切。黄晓明和 baby 恩爱的时候也对未来充满了憧憬，2人曾幻想30年后的彼此。黄晓明称你永远是我的 baby， 杨颖则表示你有什么觉得挺不过去的我都在。当初的海誓山盟如今看来都是泡沫。2人曾经相爱过，那些感情都是真实的，但婚后的柴米油盐更真实，最终2人还是败给了现实。不过成年人的世界就是好聚好散，毕竟离婚传闻已久，现在官宣也算是各自有了交代，希望2人都能够各自安好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。